就是你爬了这些路以后啊，你就会生出一种非常悲壮的豪迈感，什么牛鬼蛇神、妖魔鬼怪，你都不怕了。中国广袤的山区中有不少的悬崖村，但是最危险、最神秘的，一定是位于四川大凉山深处的阿土列尔村。这是最名副其实的悬崖村。过去的彝族小学生放学后攀着崖壁上的藤条回家，每走一步都是在和死神较量。今天悬崖村的藤条变成了陡直的钢梯，爬这2566级近乎垂直的钢梯是什么体验？明明县城有了新房，村民为什么还要回到悬崖村上面住？真实的悬崖村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好，我是阿树，这是阿树旅拍100个乡村的第11个乡村阿土列尔村，欢迎收看。现在坐上了去这个悬崖村的一个班车。在前往大凉山悬崖村之前，我已经做了2个与悬崖村相关的影片。这2个影片分别有关悬崖村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房所在的昭觉县以及大凉山的小学教育。但是我没有真正去过悬崖村，对新闻报道之外的悬崖村十分好奇，所以我来到了这里。在2015还是2016年的时候呢，我还在北京读书。当时呢，我通过一个朋友第一次知道了这个悬崖村。我的那位朋友的朋友呢，当时就爬了这个悬崖村。当时的悬崖村还没有修建现在的这个钢梯哈，还是这个藤条组成的这个梯子，然后呢非常的危险。他就拍了一个小的纪录片，跟随这些学生爬这个藤梯回家。我路上我还问我说：“你确定这孩子们上学走路？”他说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相信。再往前迈一步，从山脚到村子要3个小时，最后我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妈，怕不怕？有山？怕。为啥不怕呢？因为我们爬过了。因为它不安全了啊，所以你拿绳子来。拴。以前就是没有钢筋、没有钢丝的时候，拿两个爸妈拿头巾来拴，是怎么的办法？对于当年置身校园的我来说，悬崖村是千里之外的很难抵达的远方。所以7年之后，当我站在悬崖村门口的那一瞬间，好像是做梦穿越了时空一样。短片之外，其他媒体的跟进报道让悬崖村的惊险、村民们的困境渐渐为人所知。随着持续的曝光，有了政府拨款、热心企业的资助，从2016年8月开始，总重量120吨的6000多根钢管被背上山，变成了2556级钢梯。过去令人瞠目结舌的17条藤梯依然附在断崖上，成为了历史的印记。而村民上山的时间缩短了约1个小时。钢梯修成后，悬崖村的旅游业渐渐兴起，山脚下的国道边开着几家饭馆。在天黑之前，为了争取更多的爬山时间，所以我简单吃了个泡面就出发了。10分钟能解决，然后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去探索这个村子。现在是中午的1点钟，这里的气温应该有30度左右，非常的热，所以我带了1桶水。现在呢是2023年7月12号13点左右，我就开始挑战这个悬崖村的2556级的这个钢梯了。当然不一定能挑战成功，因为我是恐高者，就是非常恐高的一个人，就是站在3楼往外看都腿发软的那种。森林防火的，因为大凉山的话呢不时有火灾，所以的话防火是一项重任。因为在悬崖村我没有找到住的地方，所以我现在背着相机、无人机，然后呢一些充电宝，加起来应该有20-30斤吧。异常的酷热，
如果能够早上或者是傍晚爬的话，它的难度要降低一半。悬崖村的历史可追溯到200年前，那时候一群彝族人为了躲避战乱和械斗，攀上悬崖，住进高山，而且这里土地肥沃，村民自给自足，生活呢比动荡不安的其他地方要安逸得多。2556级，来回5个多小时哈。可以挑战一下。如果说过来爬这个悬崖村的话呢，建议戴一副手套。感觉这个钢梯都能烤鸡蛋了。现在还没开始爬这钢梯，这个汗珠，豆大的汗珠一颗一颗的掉，只爬就有点那个中暑的那个感觉，这头已经开始有点晕了。像我这样子拿着手机一边拍一边爬是不可取的，因为你看我这里有空隙的，一不小心就很可能踩空，把脚踩到下面去。这里挂有一些垃圾篓，千万要戴手套呀，因为这些钢筋很烫的。现在应该爬了有100多级的这个阶梯了，但是很不巧，现在下了一点小雨。村下面建了一些楼房哈，感觉像是酒店啊，或者是一些商铺之类的。爬了100-200级这个台阶哈，这个里面全湿透了，全是汗啊。我的天啊，有惊无险！因为无人机没有地方着陆，所以呢，幸好这个缝隙没有那么大，不然的话，我刚才不是爬了一段挺陡的吗？还挺危险的一段嘛。我就发现哈，因为一直以来我是非常恐高的，胆子呢在高度面前是非常小的。但是呢，我发现我能爬得上去。你就发现有时候人呢是低估了自己的胆量的。你但凡去做了以后呢，你发现你的胆子比你预想的要大得多。这里生活的这个彝族同胞，他走那么危险的路，特别是一些小孩，他就是日复一日的上学下学，就是爬这么险峻的，就这种人类的这种精神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是觉得为了生存有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吧。我决定再爬一段，如果不是无人机的这个限高度是120米的话呢，我不会再爬了。因为你爬得越高，那么你能飞的距离就越高。所以呢，我是为了拍到更全的这个钢梯的全貌，才铤而走险。唉，都是镂空的呀，所以你别踩空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固定的装置哈，它就是撑在一颗不平整的一颗岩石上，还挺危险的呢。哇，走了有50分钟了，终于走到一块平缓的一个阶梯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就是那种你吃惯了这个粗茶淡饭了，突然给你来点豆腐花，你都觉得美味无比。就你走多了这种钢筋险路以后呢，你走这种平路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山上应该是有电以及这个宽带的，看看这些电缆跟前面有一个类似于观景平台的平地，还有摄像头，在那里飞个无人机。对面那座山呢，也有很多钢梯，不知道是正在修建中呢，还是说它是另外一条通向另外一个悬崖村的
钢梯。这里应该是一个未竣工的一个观景平台的修建。我待会儿一定要在上面剪一下片子，不然枉费我背一个这么重的笔记本电脑。再走一小段这种平路呢，又有钢梯可以爬了。山坡上多亏了这些杂木啊，不然这些石头的话可以滑落下来砸伤到人。哇，对面那一面山，它的这个纹路像一幅画一样，就很细腻、很细、很有质感。出发之前呢，我就比较了解自己，就是我知道不可能爬得到这个山顶的这个悬崖村的，因为我看了网上一些视频哈，就太吓人了。我最多能爬一半，能爬一半都已经是很厉害了。但是呢，我爬着爬着，我发现我爬了一半了，而且呢，这个胆子越来越壮哈，而且看到那个小孩健步如飞的跑上去，好像也就那么回事吧。然后呢，我预感到我可能能够爬到这个悬崖村这个山顶，这种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种感觉，就是有点神奇哈。大家如果过来的话呢，一定要多带水，可以什么都不带，但是水一定要带。这位小朋友已经下去了，他爸爸妈妈不让他爬了，他是还想爬的。刚才在下面飞无人机呢，最高就飞到我现在这个位置，意味着我现在爬到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奖赏就是我能再往上飞高120米。我天，感觉这无人机掉到那里了，等我爬到那个中间去把它捡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哈，越往上这个垃圾篓里面的这个瓶子越少。这么往下看好像不是很害怕哈，但是呢，你刚才走那个钢梯的时候呢，它两边呢是没有这些灌木的一个阻拦的，是赤裸裸的那个坡度很陡的岩石。啊，越来越陡了。不是特别远。现在有一半了吗？还没有啊，还没有一半。天啊！但是下边会越来越陡，你们还是注意安全，好吧？现在还没有上到一半，还早一点。谢谢。好的，注意安全。太好像人，你好，你好。我爬到这个山上去高很多，我就不怕了。你看，刚刚那个山。在这个半山腰这里有一个平地哈，有一些椅子。要少拍一点视频了，太疲惫了，而且有轻微中暑的症状跟脱水，感觉扶着这个钢梯的时候呢，有点力不从心，很容易走神。如果再拍视频的话，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刚才在路边看到一个牌子说上面有自动售货机，所以我很放心的把水喝完了。但是呢，我没想到说的上面还在上面的上面，走了一段路了也没发现。现在是这个背包几十斤，然后呢又很渴，又是非常高的高温哈。如果没有这个包的话呢，我能爬到山顶的这个信心呢有80%，然后呢有这个包以及我的水喝完了，这个爬上去的信心只有40%了。
这个钢梯非常烫，但是呢，一定要坐一下了，喘不过气了。朋友们，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觉得这个视频很长的话，请理解一下，因为我拍这个视频非常的艰辛，用汗水换来的，所以我是真的一刀都不想剪辑哈。站在这里有一种我马上要蹦极跳下去那种感觉，但是没有绳子系着我的那种。简直泪目啊！走到了有水的地方了，终于。方便面、煲仔饭、冰红茶，还有600米。我希望它不是600米的这个海拔高度，因为呢，它总共有800米的这个海拔高度嘛。如果说我们爬了这么久才爬200米的话，那真的有点恐怖夸张了。越来越高了，然后呢，能看到的这个人越来越少。刚才在低处的时候还能看到家长跟小孩，但高处的时候呢，你可能走10几20分钟还碰不到一个人。所以我要加快速度了。如果说我要爬的话，因为等一下下来还要好长的时间。如果你天黑再下来的话，那得多危险呀！哎，一些人也真的是的，别人这么辛苦背上来，然后呢，他吃完他就随手就那么一扔，这么一扔。这里明明有个垃圾桶，手脚并用。你们不害怕吗？小朋友，你害怕吗？我害怕。这么高为什么不害怕呢？反正钢管也够坚固的。如果它有一个地方松了呢？比如说它某个螺丝松了呢？下面就有一个发软。带小孩体验一下，也是让他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吧？是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不知道，以为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他小孩走一次这个非常难忘的经验哈。瞎吃狗就是的，一个是拽吃的嘛，一个的真的是拽吃的，就是的，就是的啊。你看看，快切掏把那掏出来。小可是我肉我只你地名的很，有点吹牛壳。此刻呢，我有一个想法，深感人类生命的这个渺小跟脆弱哈。走在这样的一个钢梯里面，这是我第一次感觉，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勇敢过。这一段是目前最陡的。我就发现，这个爬着爬着，这个心态会发生变化。一开始呢，就是浅尝辄止，咱们就爬一点点这个钢梯，然后飞一下无人机就可以了哈。但是爬着爬着，你发现身边的小孩也好，家长也好，他们都在往上爬，你就胆子也壮了。然后呢，越往高处跑，你就那种心态就豁出去了，怎么能半途而废呢？然后呢，管它再陡，管它再险，管它再高，就爬就是了，那种就是这种很倔的这种精神，这种胆量就生出来了。现在呢，天空呢有一片乌云，天气呢也越来越凉快，没那么热了。但是呢，你又怕它下雨，下雨的话呢，这个钢梯就很滑的，就危险指数呢就增高了。哇塞，那对面下雨了呀！哇，这个起大风了，感觉要马上下雨了。在我的一生中，这样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事情并不多。如果恐高的我能够真的爬到悬崖村的山顶的话，那么这是又一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情。没有修这个钢梯之前，能够爬那些藤条，爬这条山路回家的小孩，太神了。也能想象背后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危险。
就有钢梯都这么困难，更何况是爬那些藤条。看一下，这些就以前小孩爬的一些藤条。教育重要吗？如果教育不重要的话，多年前那些彝族的小孩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接受教育？我的天啊，还有更陡的！这条路是修给人走的呀，为什么要修这么陡呀？可能镜头里看不出来。打雷了，打雷了，打雷了！因为现在方圆几百米都没人了，要上去了，早上去了，然后呢，现在又下雨打雷，我有一种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害怕。我感觉这个话可能有点夸张哈，我感觉我这条命掌握在这个大自然手中了，不由得我掌控。加油，加油，加油！我听到一点人的声音了，没那么恐惧了。就是你爬了这些路以后啊，你就会生出一种非常悲壮的豪迈感，什么牛鬼蛇神、妖魔鬼怪，你都不怕了。这个挺有意思的，就爬了大概320米吧，它的这个矿泉水的价格由5块变为10块了，我觉得也合情合理，完全合情合理。森林一把火，大地两行泪。我现在说话的声音都变得更豪迈了。山高人为峰。还有280米，哈哈哈。我们家的山哪里？你爬就水上面，爬几分钟就到底了。不要快，要稳。不是比快，是比要稳。还有大概15分钟到一个平地，平地的话再走这个35分钟就到村子了。我先走到那个平地看看要不要去那个村子，因为太晚了。我发现人的心态是蛮奇特的哈。刚才大哥一家人在这里谈笑风生，嗑着瓜子上来说，哎，好来嗑瓜子。然后呢，我在那边悲壮的要死。过去了约半年，我仍清晰的记得遇到嗑瓜子的那一家人之前的10分钟，是我整趟旅程下来最惊慌的时刻。因为当时刮风下雨打雷，崖壁的坡度极陡，也没有遇到任何游客，感觉特别的荒无人烟。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有我在，不要怕。你看他背的60斤，对。后来我就遇到了悬崖村上的村民赵哥，路上的补给就是他从山下的小卖部
背到山上来的，这是他经营山上客栈之外的另一份收入。刺激吧？刺激，爽你多拍几张那个，等一会儿就是隔一个视频给我行不行？可以嘛？你要给你视频还是照片？那个你现在无人机来拍。无人机啊？哦，要不我上去再给你拍吧？好，那就可没电了。感谢了。哦，聪哥，下午好。今天他下去上来2趟好像。哦，对。来，家就完了，现在这假铁还可以，那风也吹不好了，还有那个大风杆。您在哪个平台直播呢？抖音。抖音的。是2个住在悬崖村上的一个村民，然后呢，今晚就决定住在他家了。以后呢，我的心情放松了很多。你看这个就是以前就是走路了以后就这样做的那个。哦。这个拉到这个做，这个就是提示那个手拉起做，就这样的，以前就是小路。现在是坏了。啊。有那个是有些是拿到那个博物馆里面是有人来观看，就这样的。快到顶了。悬崖村它位于美姑河大峡谷的高崖上，海拔1400多米，与悬崖村孩子曾经就读的立于山脚的小学有800多米的垂直高度差。过去出入悬崖村靠的是17条没有任何护栏的藤梯，有2条100米的藤梯近乎垂直，而有的崖壁甚至连藤梯都没有，那才是最危险的地方。过去没有钢梯的时候，摔死的人不少，但更多的是摔伤的人。这种感觉像不像天梯？登天的感觉。想起一句台词哈：风浪越大，鱼越贵。你走得越浅，这个风景越难以想象。哦。赶不来。跌出去的那费用的嘛。我大概是从这个1点钟爬的，现在是5点50分，4个多小时，终于到了这个山顶的平地了，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哈哈哈，开心，登高望远，神清气爽。这出去就跑地的呢，他们的呢，吃肥的多了。雨在追我们。追了。走。对，我们要跟时间赛。走吧。好。呀，好，这个。开心不过1秒钟，又下了大雨了。开启赶路模式。贵的不得了。我是领军人物。哇塞，这感觉意境绝了。这里有点滑，下雨的话，那个土地会有点湿滑了，注意安全。它这种泥沙路哈，它很滑的，一不小心可以滑到下面去。而且你能下雨了以后呢，你能感觉到这个鞋跟这个钢梯摩擦的时候呢，很滑。看到，这就是以前的那些小孩子爬山的一个藤梯。到这里。你写的不是，你本来什么去选这个来的呢？这次悬崖山之行，彻底刷新了我对于人类适应力、生存意志的一个认识。下面等着，小孩在上面等着的，你小孩这么乖呀？那没办法的，慢慢的走。这钢筋很滑的哈，
很滑的，嗯，注意啊！能下去就行了。对，下去天天才2个小时。阿姨，你能爬到这么高，很厉害呀！啊，也不厉害。这个路很滑的，你下去一定要小心哦。但是也还可以，我觉得。哎，慢点。因为穿的平底儿鞋嘛。啊，我是这个是你给我。好的。你们是这个小卖部啊？下一点，下面走一点。与2位大哥就分道扬镳了。哎，对，慢点。到了，我们还没到。现在呢，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那种豁然开朗。哎，看到这些房屋了，好，蓝色的屋顶，安全了，安全了。嘿，哇塞！没装潢。我以前在我们悬崖村里面有一个退休，我在这里教书。哦，你还是老师啊？就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去探索这个可以称之为与世隔绝的，或者是世外桃源的一个悬崖村了。能够走这条路上来的人，我觉得都不是普通人。刚才走在钢梯的时候哈，我有说，就是说我的人生中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情很少。那个时候我也不能确定我能走到这个位置，但是我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我可以说我的人生里面多了一件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事情，还是值得骄傲一下的。那小白会不会有缘？小伙子拿篮球来跟你单挑，逗你。这哪来篮球啊？难点嘛。会不会？不咬人的。但是他会凶你。他就舔人。嗯。妹妹，1200买的。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哦。可能是因为这里险峻的这个，所以的话呢，让这里营造出一种很特别的那种气息、文化氛围，像新世界那种感觉。放着吧，怎么换好了，老板？在钢梯建成4年后的2020年，悬崖村上84户精准扶贫户陆续搬到了昭觉县的城区上。换句话说，国家在县城给村民免费修了异地扶贫安置房，但是仍有村民回到悬崖村来生活。我这个还可以拍小视频呢。是吗？下面有是我加的好友。哦。你说我加了多少个好友？1个、2个、3个。还有王一博。5个、6个。对。你还认识王一博？对，他其实是改名了的，原名叫邱雨辰。以前是我同学。有你女朋友吗？没有。这悬崖你都爬上来了，那梯子算什么呀？是吧？那梯子算什么呀？我还爬过90度的陡坡。你真的可以起飞？你小心一点哦，这梯子可能会断的，别乱走。上面有黑子。哎，我堵。你。哎，我堵。哎呀！
个人溜达一下。真的，在这个村子生活的话呢，如果你是爱玩的人的话呢，会很寂寞的。好在呢，他们就是有一种直播文化哈，每个人都对直播就是信手拈来，就很熟练了。就是网络宽带让这里的人也能够连接世界，也挺好的。怎么上去的？哦，那里。你上来。我知道。就沾多了就。洗菜叶子一片一片。今天你要吃啥，我全给你买单。我看一下，你吃掉。就那个。哪个？你们下一站去哪里？我们下一站，鹤山大佛。哦，我以为听见了。刚才那位赵哥告诉我们，这边的这个彩礼还不少哈。过去没有修钢梯的时候，村里很多适婚年龄的男青年娶不到媳妇，因为外村的女孩很少愿意嫁到山里来。如果愿意嫁过来，彩礼呢要比山下的多3万，而悬崖村的女孩嫁出去的话呢，也会被压价，通常比山下的女孩少个3万。所以在过去，悬崖村里的一大半年轻人都会外出打工。自从修了钢梯，在县城里有了安置房，旅游业慢慢发展起来后，一些在外地务工的青年人也选择回到村里面来，做一些跟旅游业相关的工作。火把紧的哪个地方车都没地方停，真的。所以这边的鸡鸭都是背上来的是吗？估计这火不够。这样也可以是吧？不用在这里。还没上去呢。大一点嘛。在堵你嘛？不要走，圈。在打牌特别欢乐。看。喊卖模式。喊卖。夜晚有一户村民烤羊腿，他们的屋子简陋，看上去并不富裕，但为人淳朴热情。他们一家子人不少，我俩没好意思吃他们分量有限的羊腿，但他们2口子使劲邀请我们吃，令人感到十分的好客与慷慨。现在是早上的这个6点半哈，村子呢还没有苏醒过来。因为呢，那个衣服啊、洗漱用品啊，都还在山下的那个小卖店，所以昨天晚上呢也没有洗漱，也没有怎么样，倒头就睡，秒睡，太累了。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无人机起飞都是一种残忍、一种破坏，因为它的这个噪音会打破这个村子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宁静，那种。横断山脉研究所的科学家表示，悬崖村所在的美国河大峡谷称得上世界级景观。除了密集的峡谷群及悬崖村的天梯，是现代社会中人类在险恶环境里生存的活化石。想到这个悬崖村的一砖一瓦都是人扛上来的，你就想它对面的这个电线杆哈，或者是太阳能板，还有种种的这些东西，全是靠人力驮着，然后爬着这个钢梯背上来的，就不会把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成是理所当然了。就想着这里能够享受到的东西是来之不易的哈。土夯墙，大凉山这边经常能看到的。昨晚呢，赵哥就告诉我，这2头小黑猪呢是他
爬了2次山，一次呢背一头，然后这么背上来的。赵哥呢，他们还在熟睡中，我自己一个人出来溜达，看看云海，看看山川。我的天啊！我称这一栋小屋子呢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小房子。刚才在飞无人机的时候，听到一个男生在说话，他说他是昨天晚上10点钟到这个悬崖村的，然后现在要下去了，然后那个本地的一个居民问下来吗？他说吓死了，再也不敢来了。一棵很大的核桃树。过去由于道路问题，村民养殖的牲口都运不到山下，基本上都是自产自销。村民非常有限的收入来源就是把一些花椒和核桃背到山下，换回日用品和少量的现金。村民普遍处在贫困线下。现在呢，随着旅游慢慢发展，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很多人对这里十分的好奇。村民除了开客栈外，还多了直播拍短视频的收入。他妹妹要带我去看羊。看羊啊？嗯。羊都到那边了。我们下去飞个无人机，用无人机看。是啊。嗯。早上好啊。哎，早上好，早上好。像这名小女孩，她平时在昭觉县城上学，放了暑假不住在县城的房子，反而愿意回到悬崖村来。她的父母先回来的，种庄稼、种菜、放羊。另外回来的一些村民则是经营客栈，开一开直播。除了因为在县城，他们可能没有很好的挣钱的门路，回到大山里，他们能通过土地和慢慢发展起来的旅游业挣一些生计，还因为他们习惯了山上的这片土地，这里是他们自古以来就称之为家的地方。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生活在这里的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个是什么呢？葡萄。哦，这个应该是桑葚，这个不是葡萄哈。过去悬崖村是有一条连接到山下的索道，不过每开动一次就要几百度电，村里用不起，所以就废弃了。在媒体的报道之前，村民们不是没有想过在悬崖上用钢筋焊接的梯子代替藤梯，但是一算吧，要耗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凑不出这个钱，于是计划呢就被搁置了。
一点。好啊，好呀。呢？我说我想坐着飞机回家。我说你上一次过来，我呗。好呀，等我以后有时间了，我再过来。我怎么是不是这下去了的？这羊肉用过这是的。昨天的羊肉很好吃，再次感谢。拜拜拜拜拜拜，慢慢走啊，注意注意安全啊。昨天那几个女的，她不敢这样下来，我就让那个翘着屁股后面。哦，热的话把这可以洗澡了。可以洗澡了。嗯，可以洗澡了。对。下山的这个心情呢，就没有昨天的那种过山车一般哈，稍微的有一点信心了，更加的沉静一点了。草把一笑，荡着归宿。这里确实很危险，这个沙子是非常滑的。这个都挂上过来，这是这个白都是呢，我那群娃不是。一皮块就是11块8毛钱。我们还要去下一站嘛？去哪里呢？去乐山啊。不上去了？不上了。快速速降。脚抖啊！脚抖就对了，脚不抖的对不起这么陡的钢筋。连杨哥走这条路都有点紧张。杨哥是最陡的地方。刚才就是多少是有一点点放松注意力了，然后呢就屁股滑了4、5级这个台阶，现在屁股还是痛的。假设没有这一级钢梯的话，那后果可想而知。你想给游客一些希望，让他们心里面有个。挺感慨的哈。昨天呢，我就走这个开头的这几节钢梯呢，都觉得已经快破防了，就人生已经到巅峰那种感觉哈。对于我一个恐高的人来说，后来我就经历了昨天的事情，因为我发现，就这点的话，就是简直不值一提，跟上面的相比的话，真的是垂直一般。你说是啥个不用的，真的他说是没点没掉。回来了，活着回来了，活着真好。别人就像是去爬个山一样轻松，像我的感觉就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感觉。每个人的体验都不一样。蛋饺，这张就是我的大儿子在跟他们讲，就说他们小朋友都不知道，你看这个小朋友是读5年级到6年级了，下半年就读6年级了。他认真的听他讲，他说你们会不会什么英文单词，然后就跟他们讲，他们都没听过，他们这边是没有英语的。这是我那个小的，然后带一本昆虫记，这个们读昆虫记，你看小眼神，
好认真的在听。你看啊，有10岁上2年级的，有8岁还没读书的。我昨天问到他们，有8岁没读书的。你像这个，还有一个7岁都没有上幼儿园的，还没有，根本都没上学，都很腼腆，但是都很淳朴，然后都非常的热情。你看笑的，我给他们拍笑脸了，害羞。这个小朋友，这个小女孩，我印象很深，很腼腆，但是很有礼貌，给人的感觉就很舒服的那种。她叫，我记住她名字了，她叫李莫若洛。李莫若洛。对，他们都4个字的。你看，我给他们拍了一组小朋友，他们就是根本就不觉得这个衣服要爱干净什么的，他们没的这方面的意识，对吧？对，我们从这个爷爷这里我们知道了很多，然后这个爷爷还教我们彝语，叫妈妈叫阿嬷，阿嬷，这个叫金花，这金花很自信，而且这金花很白净哦，是彝族小女孩里面的那个少见的衣服很白的，对，你看很白净的。他们都很能爬，这是我那个小的也跟着他们爬，他们很热情，都愿意带着他，然后他过不去的那个地方就用手这样去扶着他。为什么不吃菜呢？这不是就叫3、2、1，耶！在我攀爬悬崖村的约2年前，因为一次公益活动，我来到了大凉山昭觉县下面的一个小学。听老师介绍，有一些同学就是从悬崖村搬迁下来后，在这里就读的。我当年做了一个视频，视频链接我放在评论区。